节养生，美丽就在唇齿间。大家好，我是戴老师，欢迎来到我们的吃出素颜肌美颜课堂。都说啊，女人是水做的，这话不假。成年女性啊，体内的水啊，约占50%呢，足足占一半。其实啊，婴儿的含水量是最多的，约占体重的80%。随着年龄的增长啊，体内水的含量就越来越少，人呢也就衰老了，皮肤呢也不水灵了。所以啊，要拥有婴儿般水嫩的肌肤、不老的容颜，如何给身体和皮肤补水，是我们必修的功课。大家都知道啊，水是生命之源，水可以输送养分到身体的每个细胞，当然也包括我们的皮肤细胞。水呢还可以运输废物排出体外，所以啊，水对全身包括肌肤的新陈代谢起到了非常大的促进作用。喝足水才能养出好皮肤哦。我发现啊，周围经常饮水的朋友啊，肌肤健康、水嫩、有光泽；而不爱喝水的朋友呢，除了皮肤干燥、细纹明显，脸上啊往往也容易长痘痘。这到底是为什么呢？人体啊在排毒的时候必须要有水的参与，如果没有足够的水，毒素啊就会淤积在我们的体内，难以排出体外，从而啊就容易引发痘痘的迅速的生长。所以容易长痘痘的朋友，不妨每天多喝水哦，这样脸上的痘痘啊就会离你远去的。爱美之心，人皆有之，肥胖和美可是势不两立。很多朋友啊，为了减肥不惜花一切代价。为了减肥吃药打针的人啊，我们在网上或者是在现实生活当中都有看到。大家知道吗？其实我们每天喝的水就能够帮助我们减肥呢，而且是既健康又节约。因为啊，燃烧我们体内的脂肪一定是需要水来积极配合的。水不仅可以协助人体内脂肪的燃烧，还能够帮助提高人体的新陈代谢。为减肥而苦恼的朋友们啊，多喝水对减肥可是很有帮助的。要减肥一定不能缺水哦。既然说了喝水能够养出好皮肤，hold 住肌肤的健康和水嫩，那怎么样才能够正确的喝水和补水呢？下面啊就教给大家几个喝水的小技巧，祝您啊喝出水嫩的肌肤。技巧之一，早上起来第一杯水啊最重要。早上起来的第一杯水呢，又被称为排毒养颜水。它呀可以补充夜晚所消耗的身体以及皮肤的水分，同时啊还能够促进消化液的分泌，增强食欲，刺激肠胃蠕动，帮助啊排出身体多余的毒素和垃圾，间接的呈现在皮肤上的状态啊也是干净和清爽的。那长期坚持啊对身体非常有益，可以啊减少疾病的发生。那第一杯水喝什么水好呢？是淡盐水、蜂蜜水？其实啊都不是。最好的水是白开水，因为白开水啊就是水，它不含其他的营养素，不需要经过消化吸收就能够直接被机体和皮肤所吸收，所以是最没有负担的水，补水的效果啊最好最快。那喝多少呢？因人而异，口渴的话呢就可以多喝一点，那如果不口渴呢，可以喝100到200毫升就 OK 了。那如果有朋友啊想用淡盐水或者是蜂蜜水来润肠通便的话，那么我建议啊大家可以把它作为早上的第2杯水来喝。另外啊，水的温度啊也很重要。我们建议啊早上的第1杯水呢一定要喝温水，而不要喝凉水。早晨啊是一天当中阳气生发的时间段，温度过低的水啊不但对胃肠道会造成不良的刺激，而且呀
还会扼杀刚刚生发的阳气。喝水技巧之2呢是日间补水，少量品饮更有效。其实啊，你知道吗？口渴是身体比较滞后的一个缺水信号。当你感觉到口渴之前啊，我们的组织细胞其实已经处于缺水状态一段时间了，并且啊，已经开始到身体各部的运作了。所以呢，千万不要等到口渴了再去喝水。补水啊，是一项有规律的过程，既不能一下子补得太多，也不能长时间不去补充。我们补水呢，应该遵循少量多次的原则，把充足的水分啊均匀地分布在白天的各个时间段里，而不是呢等到身体发出缺水的信号，也就是说口渴的时候，咱们才想起来补水。那么这样呢，一下子又喝很多，喝个水饱，而这么多的水啊，其实很难一下子被我们的组织细胞所吸收和利用，所以啊，会出现更加反渴的现象。这种做法呀，是完全不可取的。特别呢，是当我们运动健身的时候，这个原则就显得更加重要了。我们应该啊，在运动前、运动中、运动后都适量的补水。至于每次补多少呢？实际上啊，它并没有一个固定的标准，需要多少呢就喝多少。我们可以啊，一次呢少喝一点，然后啊多次来补充。喝水技巧之3，要喝温水，而不喝冰水。炎炎夏日啊，喝上一杯冰水确实是爽极了，但是啊，要想有好皮肤和好身体，也只能啊想一想了，千万可不要实践哦。喝冰水啊，或者是冷饮，虽然呢可以带来暂时的舒适感，但是啊，它会导致皮肤的毛孔不畅，容易啊让皮肤的汗渍堵塞毛孔。因此啊，美眉们一定要注意了，一定要喝温水哦。即使是在炎热的夏季，也尽量要少喝凉水，更不要喝冰水。喝温水是对皮肤的一种保护哦。喝水技巧之4，临睡前啊不要大量补水。临睡前大量饮水啊，会因为起夜而影响美容觉的质量，而且呢，第2天早上起来呢，眼睑会浮肿，眼泡会水肿哦。说完了喝水的几个技巧，咱们再来说说呀，不同体质的人如何科学饮水。大家有没有发现啊，有的人是每天抱着水瓶喝也喝不够，而有的人呢，则是一天不喝水也不渴。其实啊，这就是我们说的人各有志。不同体质的人啊，对水的喜好是不同的。中医呢，往往可以通过一个人喝水的习惯啊，来判别其体质。喝水的习惯呢，大致分为3种：口渴多饮、口渴不欲饮、不口渴不欲饮。咱们先来说说啊，口渴多饮。口渴多饮的人啊，大多数那些时时抱着水瓶狂饮的人，是属于啊，是体内有热，或者是实热，或者是虚热。也就是我们说的阴虚燥热体质的人，又特别是那些啊，在大冷天也特别喜欢喝冷水的人。而口渴不欲人的人呢，虽然也时常口干口渴，但是啊，很少主动找水喝。那即使是喝水呢，也喜欢喝热水。那这样的人啊，多数是属于痰湿体质，由于痰饮内阻，水湿不化，或者是呢，是属于淤血体质。淤血啊，阻住于经络。那这在古籍当中呢，描述为口干，但欲漱水，不欲咽。第3种类型呢，就是口不渴不欲饮，也就是那些啊，既不容易口渴，所以呢，也不想喝水的人。那么这种情况呀，多数属于阳虚体质，或者是呢，气虚体质。因为啊，体内的阳气不足，所以导致津液的疏忽乏力，因此啊，很少呢会感受到口渴。这儿说明一下，前期啊，我曾经在答疑课上啊，
给大家恶补过中医体质辨识的内容，但是很多朋友仍然觉得辨不清自己到底是属于哪一种体质，甚至有的朋友觉得自己每一种体质都沾边儿。其实人确实是一个复杂的整体。有的人呢有2到3种肩胛体质其实是很常见的。如果大家想明确自己的体质可以借助一个很好的工具，就是中医体质辨识量表。大家可以在手机上或是电脑上搜索中医体质辨识系统，回答一些简单的问题，就可以知道自己是什么体质了。中医认为不同体质的人应该喝不一样的水。咱们在之前的课程当中呢，跟大家推荐过很多代茶饮，你还记得吗？我们可以利用身边那些药食同用的食材煮水喝，既补了水，解了渴，又改善了体质，滋养了肌肤，一举多得，何乐而不为呢？下面我就给这9种不同体质的朋友来支招。我们先说平和质，就是健康人的体质，阴阳呢基本平衡，饮水量宜适中。这些人可以根据不同季节来选用不同的水。春天适宜喝茵陈水、薄荷水、菊花水；夏天呢适合喝绿豆饮、酸梅汤；秋天呢就适宜喝像梨水百合水马蹄水；而冬天呢则比较适宜喝像姜枣茶、桂圆茶等等。这就是平和体质。那么下面呢，我们再来说说偏颇体质。阴虚质呢，就是体内阴液不足，容易生内热，所以呢口渴喜饮。那么这样的人就建议多喝麦冬茶、石斛水、梨水、柠檬水、蜂蜜水等等，来滋阴润肤。那阳虚质呢，是体内阳气不足，不能温化水饮，所以畏寒怕冷，口淡不渴。那这样的朋友呢，我们推荐大家可以喝生姜红糖水、桂圆大枣水来温阳养颜。气虚质的人呢，白天常感到乏力，经常自汗出，稍微一活动呢就更加严重了。那么建议这样的朋友就可以常饮黄芪水、党参水、香参水来补气养颜哦。淤血质的朋友，就是刚才我们提到的那些淡欲疏水不欲厌的人。那么这类人呢，也总容易出现像皮肤粗糙脸上长斑这样的问题。那么这些人可以喝玫瑰花水、山楂水、丹参水、红花水来化瘀消斑。痰湿质的朋友呢，腹部肥满，口干不欲饮，所以我们推荐大家可以常饮像薏米山药水啦、茯苓茶，还有白扁豆水、三豆饮。这样的话呢，可以利湿爽肤。那湿热质的朋友呢，体内湿邪不化，再加上热血，所以体内常常缺水。但是呢，他还不想喝，那么建议这样的朋友可以常喝金银花茶啦、蒲公英茶、荷叶茶、决明子茶、苦荞麦茶，还有像绿豆水、冬瓜水、赤小豆水等等。这样的话呢，可以清湿热、爽肌肤。那气虚质的朋友经常呢情绪郁郁、精神不振，建议可以常喝玫瑰花茶、茉莉花茶、薄荷茶、菊花茶来解郁美颜。最后一种就是特禀质，也就是那些经常发生过敏反应的人，建议可以常喝黄芪红枣水来补气养颜哦。那不同体质的人其实喝茶也非常有讲究。我知道很多朋友呢都喜欢喝茶。不是说茶里含茶多酚能美容养颜吗？确实是。不过茶的品种可是很多哦，不同体质的人适合喝的茶是不一样的。人的体质呢有燥热还有虚寒之分，
而茶叶呀，也是根据不同的制作工艺，有凉性和温性之分。所以喝茶呢，首先要根据自己的体质，选用适宜自己的茶。首先啊，是绿茶、黄茶还有白茶，它们的性质呢是偏寒凉的，所以啊，适合那些体内有热的人饮用，比如说像阴虚体质的人，而气虚阳虚的人呢则不适合。那么再说说红茶，红茶呢属于发酵茶，它的性质呢偏温，能够驱寒，所以啊就比较适合体内有寒阳虚体质的人饮用。而反过来呢，体内有热的阴虚质就不适合了。第三种呢是清茶，也叫乌龙茶。那乌龙茶的制法呢，它综合了绿茶和红茶两种，所以呢它的属性也是介于两者之间。它的性温，但是又不像红茶那么燥烈，所以啊普洱茶呢其实是适合于大多数人的体质。好啦，这节课呢我们讲了喝水和养颜的关系。要保持水嫩的素颜肌啊，首先要学会正确的饮水。咱们讲了，早晨的第一杯水是最重要的，喝白开水最好。日间补水的话呢，最好是少量平饮。晚上临睡觉前要注意不要大量饮水哦，要喝温水，不要喝冰水。另外啊，咱们还说了，针对不同体质、不同季节的养生茶饮，大家不妨对号入座，选出最适合自己的健康饮品。其实啊，水和食物一样，没有好坏之分，适合自己的就是最好的。好啦，今天的课啊就到这儿，希望大家每个人都能够喝出水嫩肌肤，做个水美人吧。